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自从做了自媒体，往往会面对很多的争论。互联网使思想的交流越来越方便，网上论战也成为很多人在网上的生活方式之一。其实，辩论是最能够帮助一个人迅速提高逻辑思辨能力的一种修炼方法。因为在辩论中，你任何的逻辑错误都可能会被对方迅速归谬，让你颜面尽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刺激你好好学习，提高思辨能力的呢？这期视频，老刘就来谈一谈有效辩论的原则和技巧，我们如何才能从辩论中获得最大的收益。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你与别人辩论的目的。如果目的不明确，那你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在我看来，与人辩论，尤其是在网上与陌生人辩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提升自己的认知，第二是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当然，也有很多人辩论只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是寻找情感认同，从而得到一种快感，或是强化自己的存在感，这也无可厚非。但这些只是一种短暂的快乐，人生更长久的快乐是来源于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日益增长的掌控感，而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都能为此做出贡献。先说第一个目的，提升自己的认知。要达到这个目的，辩论时应该遵循两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找好辩论的对手，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人付出时间精力和学习成本，还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傲慢和懒惰是常见的人性弱点，也是很多人不思考的原因。这些人习惯于人云亦云，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没有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所以他们不会合乎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新视角。如果辩论时发现对方是这种状况，应该果断地退出辩论，因为在这种辩论中，你们彼此都不会有任何收益，只会有彼此的情感伤害。辩论就像下棋，要棋逢对手才有意思，才有收获。最好的辩论对手是那种立场观点和你很不一致，但是又有基本辩论素养的人。和他们辩论，把他们作为镜子来审核自己的观点，是提高自己思辨水平的一个捷径。在辩论中，如果他说服了我，是我的收获；如果我说服了他，是我的功德。有了好的辩论对手后，有效辩论的第二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要把辩论搞成抬杠。抬杠的目的是噎死对方，而有效辩论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破坏对方的立场，而在于通过辩论来构建更好的想法，从而提升自己的认知。以对立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出发，深化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才是有建设意义的有效的辩论。如果你认为对方是错的，你就得去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他的逻辑链条是什么，有什么漏洞。同时，你也要反思你自己的逻辑链条，还有什么值得完善的地方。只有这样的辩论，才是对双方都有收益的。很多人分不清爱抬杠和口才好的区别，甚至干脆把强词夺理当成能言善辩，而事实上，爱抬杠、爱强词夺理是惹人讨厌的行为。这和口才好、能言善辩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孔子就曾经批评学生子路爱抬杠。有一次，子路让学业未成的子高出来做官，孔子说这是坑人。子路辩解说，有人民有土地，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读书来学习呢？孔子愤愤地说，是故恶夫佞者。意思就是说，真讨厌这些强词夺理的人啊。孔子为什么觉得子路是在强词夺理呢？因为子路问，为什么一定要读书？但是世界上有一定的事情吗？读书是最系统、最有效的学习之道。你轻飘飘说个不一定，难道就能否定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吗？这就是在抬杠了。如果子路正面回应说，子高这个人很聪明，可以边干边学，从实践经验中学习治理之道，那么孔子可能还不会这么生气，辩论还可以继续。
孔子也许还可以接着分析边干边学带来的风险和成本，把问题引向深入，这样就不是在抬杠，而是以对立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把同一个问题的各种层面展现得更丰富、更清晰，而这才是有效辩论的意义。再说辩论的第二个目的，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建立信任。要达到这个目的，也有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以赢得观众，而不是以说服对手为主要目标。首先，赢得多数观众的心，比说服一个对手收获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其次，说服一个对手需要对抗别人的自尊心，往往是一件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而赢得观众的支持，反而相对比较容易。在实际生活中的辩论，在辩论场上或是在法庭上，辩论胜负的裁判权也往往在于第三方，比如评委或法官。所以，赢得辩论的关键，往往不光是要取得逻辑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要取得情感上的胜利，也就是你得能赢得人心。这就需要用到表演的技巧，需要展现人格的魅力。所以，辩论的本质不光是观点的对抗，它也是一场表演。比如在大专辩论赛或奇葩说等辩论节目中，大放光彩的选手未必是逻辑最强的选手，而一定是把逻辑推理和表演技巧融合的最好的选手。再来说提升影响力的第二个原则是，对不同的对手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其书《鬼谷子》中有一句话说：与愚者言，易于说；与智者言，易于博；与博者言，易于辩；与辩者言，易于要。意思就是说，跟愚者说话要注重引导，跟智者说话要注重把资料给到位，跟博学者说话要注重讥讽和幽默，而跟善辩者说话要注重说话简练，能抓住重点。对不同的对手采用不同的策略，会极大的提高辩论的效率。美国人保罗·格雷厄姆把常见的辩论方式分为金字塔式的7层，最低级的2层分别是谩骂和人身攻击，两者都属于对人不对事，比如给对方贴一个五毛、汉奸、公知之类的标签，或是直接指责对方存在利益相关，所以观点不足为信等等。第3层级叫做针对语气，也就是纠缠对方的态度、用词、礼貌等问题。这最低级的3个层级其实都还停留在情绪层面，没有真正进入有意义的对观点的辩论。第4层级叫做 contradiction， 也就是提出异议。第5层级叫 counter argument， 也就是有理有据的辩驳。在这2个层级，双方虽然开始像模像样的观点交锋，但双方的关注点是不一致的。第4层级是单纯的提出异议，往往是各说各话，你说东，我说西。你说米饭里有沙子，我就说沙子里毕竟还有米饭。说凡事要1分为2的看，等等。其实这更像是一种观点的补充，而不是真正的辩驳。第5层级开始有理有据的辩驳了，但是往往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意无意的打偏方向。著名的稻草人谬误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通过攻击一个假想敌来展开自己的观点，而实际上这个假想敌与你的对手的观点可能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也可算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诡辩手法。到了第6层级才是针锋相对的辩驳，叫做 refutation。 这时的辩论往往需要援引对手的原话，以避免曲解对手的原意，然后在此基础上找出对手的错误，并且解释清楚为什么是错的。不过对手的错误可能会有很多，所以比针锋相对这一层级更高级的是第7层级，正中要害的辩驳，叫做 refuting the central point。 在辩论场上，谁能最准确地发现并澄清最关键的问题，谁才是最大的赢家。格雷厄姆认为，这个第7层级正中要害的辩驳就是最高境界的辩论了。不过事实上还有一种比这更高级、更能提高影响力的辩论，那就是发掘对方的真实关切、深层利益，
并以此出发来证明对方本不应该持有现在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其实对他自己是不利的。前7个层级可以说都是在挑对方的刺，逼着对方否定自己，而这一层则有质的不同。这一层是用为对方着想的态度来证明对方是错的。说白了，不是我想反对你，而是为了你自己好，你自己也应该反对自己，提升自己。总之，在辩论时，我们要能意识到我们的对手处在哪一个层级，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回应，这样才能够提高辩论效率，避免浪费感情。本期视频借鉴和糅合了武大老师奇葩说辩手周旋义的很多观点和素材。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订阅、转发。